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形影不离》。对于一个以山峰而闻名的国家而言，瑞士还拥有地球表面下的另一个故事。位于卢塞恩城市下方，可容纳2万人的索南贝格太阳山防空洞，曾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民用防辐射避难所。瑞士无疑是建造避难所的世界冠军。事实上，瑞士联邦政府愿意花更多的钱来保护人民免受战争与核辐射的侵害，用超过其预算的20%来建造地下防空洞。一个简单的原因，这是法律规定。瑞士联邦民防局指出，瑞士现有防空洞2000多处，但政府的目标要关停其中的800到1200处。关停防空洞的原因很多，首先，维护和运营需要人力和财力。另外，目前瑞士的安全问题已经不像过去的几十年那样迫在眉睫，世界安全局势显然与冷战时期大相径庭。瑞士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，居安思危是他们的特性。虽然瑞士从未经历过战乱和灾荒，却总有着很强烈的灾难意识。因此，在这个美丽国度的城市或深山中，掩藏着许多防空掩体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自1963年冷战的巅峰时期，瑞士未雨绸缪，决定实施自保政策。瑞士联邦法律规定，如果发生灾难，每位瑞士人都应该有一席安身之处。私人房屋和住宅楼下面都要求修建地下掩体，由厚厚的装甲门、通风系统、防毒剂过滤器、地下水库以及备用发电机等组成。如果没有办法安装，那么房主必须向地方政府缉纳一定的税款，以便在公共掩体中得到一席之地。如今在瑞士，几乎每个社区甚至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防空洞。另外，整个瑞士还有地下医院、士兵的临时住处或难民的庇护所。位于瑞士中部的卢塞恩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城市，当时的宗旨是，如果有一天发生核战争，这里的地下防空洞能容下2万人临时避难。太阳山民防掩体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。一般情况下，太阳山的2条隧道是高速公路 A2 上的2条支路，如果发生特殊情况，这2条隧道马上会关闭，摇身一变成为上万人的紧急收留地。连接这2条隧道的是2座7层的地下建筑，这也是防空洞的物流和技术控制中心。该物流中心设有指挥室、医院、监狱、广播工作室和700名员工，以确保地下生活顺利进行。这个巨型防空洞建于1970年至1976年间，耗资4000万瑞郎。1987年曾进行过一次蚂蚁行动民防紧急演习，在1个星期内，隧道公路被关闭，其中1条隧道被放上了床铺，并安排了卫生员。一扇1.5米厚、350吨重的大门从轨道上滑出，将隧道完全封闭。虽然官方说法这部分演习成功完成，但许多当年参加演习的人透露，其实那扇门并未完全关闭。如果真发生核战，这是致命的。这个蚂蚁行动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之后进行的。通过这个演习，人们得以了解灾难爆发之后，掩体必须更快地投入使用。现在太阳山防空洞每月会开放1天供游客参观，同时提供德语和英语2种语言讲解。曾经的救护中心已经在缩减规模时被关闭了。2011年3月，瑞士国会原打算废除每位公民必须有一处藏身之处的法律规定，但是2天之后，日本发生福岛核泄漏灾难，这一建议也就再也没有被提及。如今，日本人也开始学习瑞士的民用防空洞技术，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应对日本本土的核泄漏，而是担心朝鲜的所谓核试验。由于闲置的防空洞太多，并且有浪费公共资源的嫌疑，瑞士联邦政府计划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，资助地方政府关停一部分掩体，或尝试将其转化为其他用途。据估计，这项工程每年的成本可能会高达几百万瑞郎。在瑞士，如此多的防空洞虽然已无大用，但作为新用途，有的用作蘑菇工厂，很多军事掩体对公众免费开放参观。近些年，瑞士的数据存储设施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欧洲国家。除了该国严格的数据保护法，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量闲置的地下防空洞了。许多 IT 服务器运营商买下或租下防空洞安放服务器，因为服务器需要宽敞、凉爽、安全的场所。目前，一些世界顶级富豪也看中了瑞士的防空洞，这些富有的世界末日预言者甚至会花高价购买。没想到吧，瑞士竟还拥有如此豪华的地下世界，你看明白了吗？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，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我们形影不离。